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年会，老板娘给所有员工发了个空的年终红包。公司正值艰难时期，没有办法给各位发年终奖，请各位自行取1万块钱现金放在红包里，并发朋友圈宣传公司。随后，请各位将红包连同现金一起交给公司。这笔钱作为公司培养你们的辛苦费，希望大家和公司一起共度难关。面对如此奇葩要求，我据理力争，可老板娘却以我违反公司规章为由将我开除，拒绝发放我的100万提成，并辱骂我：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？是不是觉得没了你地球都不会转了？养不熟的狗一条。我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毫不犹豫地签下离职协议，并带走了我的所有客户。没了我，公司就是一具空壳罢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听完老板娘的发言，公司所有同事都面面相觑，辛苦上了1年班，加班加到吐血。临到年终，不仅拿不到半点奖励，还得自己贴1万块钱进去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见员工们都不说话，浓妆艳抹的老板娘不悦地敲了敲桌子，斥责道：丧这个脸给谁看？公司不仅辛辛苦苦栽培你们，甚至还给你们发工资，现在是艰难时期，要你们付出一点回报，有问题吗？我还没管你们公司的电费还有饮用水钱呢。此番言论简直令人啧舌，难不成在他眼里，给我们免费喝水都已经算是大恩大德了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发言，老板娘就和我进行一个眼神对视，随后便不屑地说道：小岑，我看了财务报表，你每个月拿的薪水是最多的，公司对你的恩也最多，要不你来带个头，往红包里塞个4、5万块钱来鼓励鼓励其他同事，真是得寸进尺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皱着眉头回怼道：李总，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吧？我给公司创造的价值最多，拿最高的薪水也是我应得的，我是公司销冠。不吹不黑地说，公司有70%的业绩都是我创造的，就连老总都要对我客气几分。可谁料，老板娘却仍大言不惭：你以为你卖得多就代表你创造了价值？要不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好，平台好，轮得到你做这么多业绩吗？这话更是离谱到没边。刚进这公司时，可以说是个草台班子，要品质没品质，要客户没客户，老板是暴发户，只管出钱，什么都不懂。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毫无异议，功劳最大。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这么贬低我？我刚想对回去，却没想到在公司当财务的老公却先开口指责起了我。岑青，李总说的难道有错吗？要不是公司花大力度栽培你，你现在还是个毫无价值的家庭主妇。老公这话让我惊呆了，夫妻10年，不维护我就算了，居然还当着公司这么多人贬低我。王念山，我工资至少是你的7、8倍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毫无价值？你一个女人家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天天在外面跟个疯子似的抛头露面，还不如回家做个家庭主妇。听了我这话，老公气得吹鼻子瞪眼，指着我就骂道：我也让他这话气笑了，当即就回怼道：当家庭主妇你嫌我没有价值，在外面赚钱你又觉得我是个疯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有本事你也一个月赚3、4万。老公哑口无言，他一个月就拿4、5千元的死工资，家里的大部分开销都是我在出。老板娘此时出声制止道：行了，没空听你们2口子吵架。不知为何，
我总觉得在他眼神里看到几丝醋意，转瞬即逝。紧接着，他又看向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小岑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带头做表率，要么怎样？”我出声打断：“要么就请你自离吧。我们公司不需要没有感恩之心的员工。”我直接笑出了声：“是打算开除我是吗？行啊。”把我没结清的100万提成，还有 N+1的赔偿一并结给我，我马上走。说完我的合理诉求，老板娘反倒像是听了多么好笑的笑话一样看着我：“你还想要提成和赔偿？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。我念在你是老员工的份上，想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识好歹。我违反了什么制度？”李总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黑着脸质问道：“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刚好大伙都在这里。”老板娘说完，便打开了会议室里的大屏，上面出现了几张转账记录。公司明文规定，销售不得私自收客户回扣。你倒好，一次性收这么多。这些记录应该是几位散客提供的，金额几百到几千不等。而他们共同转账的银行卡账户，居然是我人生中办理的第一张工资卡。那张卡绑定的手机号早就不用了，因为里面没钱，我便将这张卡搁置。对于收到的转账，自然也不清楚。至于这张压箱底的银行卡，能有这个能力把它找出来的，只有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。联想到老公刚才对我的态度，我不由得将眼神转向了老公。他眼珠子转了转，虽然脸上维持着云淡风轻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这是心虚的表现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做出了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。我承认，你的确是公司业绩最好的那个，不过你的业绩又是靠什么手段弄来的呢？老板娘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将 PPT 换到了下一页，顿时几张照片被展示出来。我顿时大惊，仔细一看，这居然是我应酬时的照片。照片里，我酒气熏熏，披头散发，眼神迷离，端着酒杯和旁边老板交谈时的角度，居然还真显得有些暧昧。一般我都是独自应酬，但会在应酬结束后叫老公来接我。如果他来时我还没有结束，他就会在一旁等着，这也给了他无数可以抓拍的机会。我再次看向老公，他此刻的眼神更加飘动，就是不敢与我对视。好啊，好啊，没想到我信赖了10年的枕边人，居然会给我当头一棒。小岑，证据确凿，你不仅多次违规，还以肮脏的手段以取得业绩。你好歹也是个有夫之妇，就算你没脸没皮，总得想想念山吧？老板娘有些得意地说道。念山，李总倒是叫得亲切啊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好。我冷嘲热讽道。两人的脸色皆是一变，尤其是老板娘，涂得煞白的脸红了一片。岑青，你自己不检点，还想污蔑别人？公司怎么会招来你这种不要脸的员工？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把这个自愿离职协议给签了。说完，老板娘早有准备的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白纸，内容赫然是我因个人违纪原因主动离职，并自愿放弃所有未发放的提成和工资。那可是100万呐！你说了不算。我要和徐总通话。徐总就是老板娘的老公，公司的大老板。他出差2个月，这段时间都是老板娘这个半桶水来管理公司。如果他还有点脑子，就不会任由公司失去我这个大工程。可老板娘却一副把握十足的样子，直接拨通了老板的电话。行，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电话很快就被接通，徐总的声音传来。我将这些事情跟他说后，电话那头传来短暂的沉默。
随后他说道：“我不在公司这段时间，一切都听我爱人的。”听了这话，我差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徐总，你认真的吗？我累死累活将公司从破茅屋建成了大别墅，既有功劳又有苦劳，没得到应有的奖励也就罢了，现在这两口子联合起来对我卸磨杀驴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老公也参与其中。老板再次沉默了一会，随即居然发出一声冷哼：“小岑啊，我承认你是有能力，但你自始至终都是借了公司的光。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平台，这么好的产品，就算你本事再大，你也签不到单子。说真的，我并不在意你有没有吃回扣，我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对公司，对我哪怕有那么一点的感恩之情。显然你没有。我的公司不需要一个白眼狼，我也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，你自离吧。”挂了。老板挂了电话，办公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深呼吸一口，稳住自己颤抖的身子，努力平复着内心的愤怒，看了看始终眼神躲闪的老公，又看了看一脸小人得志的老板娘，我便在离职协议书上签下了我的大名。行，到时候你们别跪着求我回来就是了。你算哪根葱？是你别跪着求我想回公司吧。我们公司产品好，口碑好，狗来卖都能卖1000万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？老板娘一看肚子里就没什么墨水，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周围其他同事激怒了，当即就有人拍着桌子指着老板娘怒骂：“狗老板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我倒要看看你这条狗能不能卖1000万！你反了天了是不是？敢辱骂老板，信不信我开除你？”老板娘怒气冲冲地吼道：“是老子要开除你！工作那么久了，还他妈第一次见到要员工给公司年终奖的，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，一脸穷酸样，马上就倒闭。”瞬间，所有销售都一拍桌子走人。公司里瞬间干净了一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这些没良心的走狗，都给我滚！我看你们离了这么好的平台，以后能混出什么狗屁名堂来？老板娘在公司门口气急败坏地叫嚣着，不过没人搭理她就是了。这些销售伙伴们，有的是我的同期，有的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感情都深得很。要不是摊上这么个倒霉老板，我们估计可以一起干一辈子，一起吃了个饭，痛骂了一顿狗老板，还在小群里分享着这些年公司违法的证据。这么多人去仲裁一波，估计够公司喝一壶了。不过我要的不仅仅是仲裁这么简单，就算仲裁成功，也不过只是把该给我的钱给我而已。我要的是让这个公司彻底完蛋。结束了饭局，我便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离职的消息，将公司给的那个空的年终红包发了出来，并配文：“已离职，感谢公司的大红包。”同时，我看到了老板和老板娘发的招聘广告，我们需要能为公司奉献一切的人，不要白眼狼，真是笑死！只谈奉献，不谈待遇，这样的公司怎么能走得长远？随后我便回到了家，刚一到门口，婆婆就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真是个赔钱货，连份工作都保不住，还生不出儿子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我没工夫理会她，走进了房间，锁上了门，任凭她在外面叫嚣。将之前的东西全部收了起来后，我顺着衣柜摸到了老公的备用电话。为了给彼此一个隐私，我对这部电话一直是装不知道。既然他先背叛我，那我也没必要尊重他了。轻易地猜出了他的密码，我打开了他的微信，果不其然，和老板娘的聊天记录一条比一条不堪入眼，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尺度照片
和老公提供的所谓我吃回扣、不正当手段拿单的证据。而且从他们的聊天记录看来，公司的大老板徐总似乎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将这些证据一一拍照保存，我便收拾了我和女儿2人的行李。这个家暂时也没必要待了，拉着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女儿往外走。婆婆那张老嘴自始至终都没停下来过。去哪呀？是不是知道自己工作丢了，没脸见人了？赶紧滚吧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本来应该娶富家小姐当老婆。看着婆婆尖酸刻薄的脸，我翻了个白眼，对道：家里没有镜子，总有尿吧？说完这话，我便留下还在原地发愣的婆婆，带着女儿走了。没一会，房间里就传来婆婆震耳欲聋的怒骂声：贱人，你他妈骂谁呢？你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，到时候就算你跪在我家门口，我也不会认你这个儿媳。和女儿先找了个酒店住下，她虽然很懵懂，但应该也猜到了什么，一直乖巧的没有多问。看着她的模样，我愈发心疼，因为是个女儿，她天天被婆婆嫌弃。在当时她早产快要不行的时候，婆婆怕乱花钱，一直在说要放弃。我好不容易保下了女儿，也是因为怕婆婆对女儿不好，我便辞去了大好前景的工作，安心在家带女儿。虽然在家里一直花的是之前的存款，但也被天天念叨是个吸他儿子血的废物，真是笑话。也不想想自己儿子那4、5千块钱的工资，怎么能照顾这一大家子？我打开手机，发现收到了不少消息。第一条消息便是老板娘在朋友圈里的阴阳怪气，有些人就是给她脸了，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，地球离了自己就不转了。我没有理会，而是看向其他消息，基本上都是我的客户的。见我离职，他们纷纷发来疑问，我也没藏着掖着，将公司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。他们听后也是义愤填膺，要给我讨个说法。我按下了他们，没有让他们替我出头，只是说如果我找到了新公司，也希望他们能多多关照。我16岁就出来打拼，到现在35岁，做销售快20年。老板觉得只要产品好，客户就不会缺。可是现在各行各业都卷得飞起，你的产品再好也有更好或者更便宜的替代品，人家凭什么选择你家？不就是因为信赖你这个销售吗？有句话说的没错，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老板靠着风口发家致富，又靠着有能力有人脉的销售更上一层楼，但他自己都不明白这钱是怎么来的，就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，真是蠢得可以。客户们听了我说的话，当然是连连答应，并且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给公司的优惠价通通取消，以后该是多少就是多少。同时还有一些还没结清单子的客户直接表明订单不要了，他不想和这种没有诚信、没有气度的公司合作。看着这些挺我的言论，我便一阵舒心，当即带着女儿一起去外省游玩。大概也就3、4天的时间，我果然收到了老板的电话，刚一接起，就听见老板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：岑青，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客户都说要取消订单，到现在连一笔尾款都没收到？是不是你得罪他们了？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处理！看来他还没意识到我已经不是他的员工了。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对道：徐国强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公司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老板在电话那头愣了许久，应该是终于反应过来我已经离职了，但他的态度仍然嚣张。岑青，这些订单是你接手的，理应终身负责，赶紧回来解决。让我解决也可以，
先把该给我的提成一分不少的打给我。老板一听这话，顿时不乐意了，是你先违规，不给你提成是对你的惩戒，你回来解决这件事是你的义务，限你1天时间，给我滚回来，不然我就要报警抓你了，到时候这笔损失都由你个人来赔偿。面对老板的威胁，我丝毫不慌，他一个大字不识的暴发户，又怎么能了解那么繁琐的法律呢？行啊，要不要我先跟警察说说，你们是如何造谣我的？说完，还没等老板说话，我便直接挂断并拉黑。事后，老板和老板娘又连着换了几个电话打给我，我都一概不接。随后，老板娘又在朋友圈开始阴阳我，有的人就是一条养不熟的狗，给他吃穿，给他工资，给他发展的平台，不感恩就算了，还背地里插一刀。希望你们当老板的都擦亮眼睛，别招进去这种畜生。我哑然失笑，直接在他评论区回了一句，希望各位求职者都擦亮眼睛，别进了这种畜生公司。马上我就喜提老板娘20条60秒语音辱骂，客户不结尾款，老板和老板娘也拿不到钱，答应给我老公的我那份提成自然也给不到，刚好还到了还贷款的日子。从家庭主妇回归职场后，我的工资又翻了几番，连带着老公花钱都大手大脚起来，贷款买了一辆100万的车，每个月的还款数以他的工资是完全还不上的，所以没过多久，我老公就打来电话了：岑青，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都敢离家出走了，贷款也不还，还敢骂我妈，都把他给气出病了，赶紧回来给我妈道歉，然后照顾她到病好。听着他这副大言不惭的样子，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一个背叛婚姻的人，没有任何愧疚就算了，反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算什么呀？王念山1个月赚那仨瓜俩枣，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这么有能耐，你自己还贷款，自己请个保姆照顾你妈呀！老公气得在电话那头直哆嗦，但他也没忘了自己这通电话的真实目的。你真是不可理喻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这个，你赶紧回公司把你那个烂摊子给处理好了。现在公司账上都快没钱了，我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了，现在知道急了。那天我被李娟磊赶走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出来说一句话？我这不是。他在那头支支吾吾，半天也没找到什么能反驳的话，还是想破了他的脑袋瓜子，终于想出了一句他认为能让我破防的威胁：你赶紧回来，不然我就跟你离婚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老王家的门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去民政局？见我答应得如此迅速，他倒是愣住了。可能是我这副态度刺激到了他花生般的自尊心，在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他开始对我进行一长串的言语攻击。岑青，你以为跟我离婚你还能找到更好的吗？就你这种不知廉耻、抛头露面的女人，去到别人家早就被人打死了。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，你现在就是一条野狗，一条老鼠。没了你，以我这个条件，不是随便挑吗？我念在我们10年感情上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滚回来，给我和我妈跪下认错，然后回公司把你的烂摊子处理好，我就可以不计前嫌，以后还和你继续过日子。听着他破防的叫喊，我不耐地抠了抠耳朵，呵呵，我月薪3、4万尽显颓势，你月薪4、5千，大放异彩，赶紧去找你的富家小姐吧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为了自己好不容易的旅行不被打扰，我直接现场办了新电话卡，将原来那张暂时停用，带着女儿好好玩了半个月。我们终于回城，
重新启用了之前的电话卡，无视掉那些不友好的信息。我直接给我合作最久的客户打去了电话，表明了我要入股的来意。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加入，他的资金和我的人脉必然是强上加强。很快就到了年后，我将之前的老客户全部介绍了我入股的公司，他们都十分信赖我，自然也信赖新公司的产品，纷纷下单，来了个开门红。至于前公司，现在则是苦不堪言，没有收到尾款，公司账户入不敷出，加上老销售们集体离职，新销售们需要时间适应，短时间内很难取得业绩。不仅如此，那些老同事们纷纷拿出公司违法的证据，包括但不限于不购买社保、不签合同、不正规扣钱等，将公司告上了法庭，面临着一笔不菲的赔款。当然，现在老板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败诉了，但不给钱，就硬拖。与此同时，我听之前还没离职的后勤同事说，老板娘在考勤规章制度上更加变本加厉。原来销售是没有固定上班时间的，可现在要求销售必须像后勤一样9点准时上班打卡，也不管销售前一天应酬到多晚，不打卡扣半天工资，迟到半小时当旷工处理。同时，员工上班时不准玩手机，一天只允许去2次厕所，一次不得超过5分钟，不然就扣钱。饮用水也加上了额度，2天1桶，超过就所有员工一钱。免费的纸也没了，想用微波炉热饭要按次收费，甚至有一天加班，老板娘还大言不惭地发起了电费平摊的群收款。当然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一次偶然路过前公司，我看到老板娘正在和一个彪形大汉吵架。都跟你说了是岗期7天没有工资，公司花大价钱培养你，你自己没那个能力胜任，我们没管你要培训费就已经够好了，有什么脸跟我要钱啊？真是乞丐一个。他嚣张跋扈惯了，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会惯着他，可惜他这次错了。只见那个彪形大汉直接一巴掌将老板娘给扇倒在地上，那剧烈的巴掌声我隔着大老远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么来一下，怕是要把他耳膜给打破了啊！你居然敢打我，我要杀了你这只臭狗！老板娘还没认清自己现在的处境，对着彪形大汉破口大骂，可这无疑更加激怒了彪形大汉。只见他将老板娘按倒在地上，大耳光啪啪啪地往老板娘脸上抽。他妈的，老子的工资就给你当医药费，打死你这个狗娘养的！没一会，老板娘就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嗷嗷叫唤。而目睹这一切的老板看着彪形大汉的体型，只能在一旁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不敢说话。终于，警察把彪形大汉带走了，老板娘也被打进了医院，在那几天后脸都是肿的。这下前公司彻底招不到人了，但公司积压的产品一大堆，要是贱卖，老板肯定不愿意。于是他便开始自己当销售，各家各户的去跑。他觉得自己的产品一级棒，客户只要看到他产品的性能，就会毫不犹豫地下单。可是他还是太天真了，他不懂得让利，不懂得讨好人心。客户批发1万件想要优惠，他就给个95折。客户问能不能送货上门，他要加收1000块运费。客户说自己有更好的选择，他偏不信，非要客户试试自己的产品。结果刚一放上去，就把人家花大价钱买下来的机器给搞坏了。这下好了，他钱没赚着，又欠了一屁股债。大晚上，
我看到他在朋友圈里发疯，一帮不识货的蠢猪，不买老子的东西是你们的损失，都给老子倒闭。随后，不少老客户在他的评论区下面扣起了问号。不过一会的功夫，他就被骂得删屏了。当晚，他再次打通了我的电话，只是这次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焰。小岑啊，找到新工作了没？没找到也没关系，我永远欢迎你回来，再给你多加2000块钱工资。听着老板的话，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小徐呀，怕是不行了，我现在已经入股了顾氏集团，现在是股东了。电话那头明显沉默了一下，良久才传来老板悻悻的笑声。哎呀，你不会被骗了吧？现在这种骗你入股的局很多的，到时候只怕是人财两空了。你要不还是回来脚踏实地工作吧，这对你也有好处。不必了，刚收到200多万分成，都赶上在贵司干1年的了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抢走，紧接着便传来老板娘撕心裂肺的怒骂声：你个贱人，以为自己睡了几个大老板就牛逼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抠了抠刺痛的耳膜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现在他们不过是2个跳梁小丑而已，可我没想到，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好几个客户发来的消息，是好几张艳照，而女主角正是我自己。岑总，突然有人发给我这些信息，我一看，这就是呀合成的，有人要搞你啊，赶紧报警吧。客户说道。我皱起眉头，果然就刷到了好几个帖子，标题是已婚女销售为了业绩竟不惜委身于大老板，老公哭晕在厕所。帖子里不仅有我的大尺度照片，还有我的大头照、身份证证件和各类个人信息。我冷笑地看着这些，都快把我幼儿园睡那个床铺给写出来了。能做到这么详细，除了和我朝夕相处的老公，还有谁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直接给老公打去了电话。电话刚一接起，就听见老公得意洋洋的语气：知道错了，想要回归老公的怀抱了，该做点什么来表示一下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对于他的厚脸皮，我一向是服气的，现在我没工夫跟他扯皮，直接开门见山道：王念山，你该不会觉得你做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王念山一口否认，但语气里明显充满着心虚。行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警察自然会帮我解决一切的。说完，我刚想挂了电话，谁知王念山像是被点燃了引线似的，对着电话就是一通输出。承认什么？承认你出去卖，出去勾引那些大老板才换来业绩吗？我告诉你，岑青，你就是个妓女，不要脸的贱货，你有什么资格报警？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你这么多年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非但不懂得感恩，还他妈要把我给抓进局子，你要脸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赶紧给老子滚回来，把家里的贷款、妈的住院费都给补上，不然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。被男人赶出去的女人就是一条野狗，那你就算倒贴给别人家，都不会有人要你的。他气喘吁吁地说完这一切，似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，似乎在他看来，他说的这一切是多么得具有力量，能把我像一只蚂蚁一样拿捏得死死的。说完了吗？警局见吧，我淡淡地说道。在他没反应过来时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随后报了警。老公和老板娘被带到警局时，我刚好开着我刚提的迈巴赫赶到。看我从豪车下来时，他俩的眼神先是震惊，再转变为要吃人的嫉妒。几个月没见，他们早就没有了原来的光鲜亮丽。老公的衬衫上面沾满了油污，下巴上长满青色的胡茬，
整张脸看起来极为憔悴。老板娘更是连妆都没化，衰老的吓人，身上的那些名牌首饰也没有了。你这个贱人，看样子这段时间陪了不少大老板呢，都能开得起迈巴赫了。老板娘酸溜溜地说道。可她完全忘记自己身处警局，见她毫不掩饰自己的造谣，一旁的警察立刻呵斥道：说话注意点，还想给自己多增加一点罪名吗？顿时老板娘就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，但眼神里的仇恨仍然没有消退。警察同志，这2个人合起伙来用丫换脸造谣我，还泄露我的个人信息，对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老板娘立即否认：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从来都没做过，有没有做过，仔细查一下就知道了。警察说完，便强制搜查了他们的手机，他们的眼神也逐渐变为心虚。很快，里面的一切聊天记录都被呈现出来，证据确凿。你们这是造谣诽谤，你们还想怎么解释？警察说道。老公那个怂货早就怕得浑身湿透了，但老板娘却还是那副嘴硬的样子。什么造谣诽谤？他自己在外面做鸡，我只不过是把他做的事情发出来而已，他敢做还怕说吗？警察听完，直接一拍桌子，怒斥道：你们的聊天记录清楚地表明了，那些视频证据全部都是伪造的，给你们道歉的机会，你却还是不珍惜。你们在网上发的帖子浏览量已经过万，已经构成严重造谣诽谤罪了，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。听到要判刑，这下他们终于慌了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就是闹着玩而已，不至于判我坐牢吧？小岑，你可不能这么绝情，公司毕竟培养了你这么久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想让你赶紧回归家庭，真没有想到会这样的，你原谅我吧。看着他们态度18变，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？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没有理会他们的苦苦哀求，将这一切全权委托律师处理。最终，他们2个都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。见儿子被判刑，婆婆当即找到我撒泼打滚：你这个天杀的贱人，你居然敢把你男人给送进去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赶紧把他给搞出来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看着他这么想自己儿子，我直接把他也给送了进去，理由是他曾多次偷窃我的贵重物品，包括但不限于首饰、财物、护肤品。之前我念在婆媳一场，面对他的行为，直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慢慢的，他就觉得拿我的东西是天经地义，便愈发大手大脚起来。可现在，我不会再给任何人好脸色了。随后，老板又找到了我，他浑身破破烂烂的，身上还有血迹，看起来像是被追债的给打了。岑青，都是你害了我，要不是你一走了之，我的公司就不会垮，我的老婆也不会进去，我也不会变成这副样子。说完，他掏出刀想要刺向我，可我早就料到了他会有狗急跳墙的一天，早早的雇佣了好几个保镖，3下5除2的就将他给制服。老板被压在地上，布满红血丝的眼瞳死死瞪着我，而我毫不客气地用脚拍了拍他的脸，说道：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，你觉得公司发展的这么好，全都是你的功劳，其实你就是一个狗屁，没了我你连屁都不是，我杀了你，贱人！老板愤怒地叫嚣着，但他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挣脱不了保镖的束缚。看我们毕竟共事一场，告诉你一件好消息吧。说完，
我将从老公手机里和老板娘的暧昧记录递给了老板，他的眼神由震惊转为愤怒，再转为幽怨的狠毒，不知从哪里爆发出的力气，居然挣脱了保镖。随后他一走了之，在之后我便没有了老板的消息。我带着女儿，不用上班，满世界的玩耍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活。直到1年后，我看到了我客户给我发来的一条新闻，一男子将其出狱的妻子和小三乱刀捅死，现已经被制服。随后我便收到了警方的消息，我的老公已经遇害。听到这一切，我的心情一阵释然。手机传来了一条转账信息，是我的年底分红，足足有1000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